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今天来讲一个关于男性功能这方面的话题。如果说你感觉年龄过了30岁以后，肾气衰退非常明显，这个自己的充血能力啊没有那么强，而且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晨起的这个反应啊也逐渐的消失了，或者这个充血的程度啊没有那么强，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就一定能够帮助到你。我之前啊给大家分享过一些非常好的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而且呢这些内容啊得到的反馈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呢我把这个帮助了很多人的方法就分享给你啊，已经里面是纯纯的干货。大家如果感觉好的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想要去找不到，那就麻烦大了。好了，咱们今天啊就从2个方面来着手，大家只要记住这2个方面，你坚持做上1个月，你会发现自己的肾气提高了，自己的能力方面的问题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善，甚至已经能够完美的恢复到自己巅峰的状态。这2个方法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先讲第一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是一个自然的食疗方啊，这个自然的食疗方是什么？我们家里面啊都可以有啊，准备什么呢？一块老姜啊，这个姜啊要越老越好啊，就是说你把这个皮一切开，放在鼻子上面闻一闻，这个味道是越刺鼻越好，最好呢是闻着这个味道，眼睛里面啊这个泪腺都能分泌出一些眼泪。这种上头越冲的这个姜啊，它的效果是越好。咱们把这个老姜啊切成丝，切成丝以后呢，抓一小把枸杞啊，然后呢放在一个碗里面，再倒入一定的蜂蜜，把它啊没过去啊，就是你之前的食材啊把它没过，然后拿一个密封的容器啊把它封装起来啊，就这样去放置一个7天啊，最好是放在我们的冰箱冷藏里面。放置完7天以后呢，每天早上晨起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拿一个勺子啊，拿一个杯子，把这个泡好的这个蜂蜜、老姜还有枸杞啊，就把它盛在这个杯子里面。每天早上2勺啊，然后呢用开水冲泡，每天就这么喝上1杯。你坚持连续去喝30天。就能够帮助你恢复你的肾气，同时增加你的供血能力。你只要去坚持喝，你会发现最明显的就是说，每天早上起床的这个反应啊是无比的强烈，你能感受到自己啊回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的感觉。因为这个方法它不仅仅可以提高我们的肾气壮阳，还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雄性激素的分泌，增加我们的睾酮素分泌。好了，这个方法是第一个方法啊，非常的好，大家记得收藏下来。第2个方法是什么呢？第2个方法也是自然的疗法，就是咱们给大家分享的4象回春功。这个功法是什么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所谓4象回春功，就是打开4个非常重要的通道。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腿分开，大家看我手指的2个位置呢，你去摸一摸，有2根非常粗大的筋啊，就这里啊2个点非常重要，大腿的根部。然后呢，就是我手再往上移啊，就是我们的腹股沟啊这条线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4个点啊，我大拇指指的和我中指指的这4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共同的中间是哪里呢？就是你要修复的地方。所以你想要你的中间能够立得久，那么就一定要把这4个点给它打通了，所以叫做4象回春功。这个动作做起来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容易。首先就是我们腿部啊，双脚啊并拢，然后呢，我们找个能靠着椅背靠起来，把腿啊，你看双脚并拢，然后呢分开，把腿完全分开，抱住出来，把这2个点抱住出来。同时呢，我们的腹股沟放在这里。那么手上的姿势也是有讲究的啊，我们握拳，用手背，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去敲击我们的腹股沟，你看1。然后呢，再到下面的时候，用我们的这个手掌这一面啊，去敲击我们的大腿根部。2，你看1、2，注意看慢动作啊，你看手背敲击，手掌敲击，手背敲击，手掌敲击啊！记住，你敲击的点啊，一定是在我们大腿根部这里啊，就这样啊，你看1、2，快速的做，就这样。我们做的时候呢，身体要怎么样？身体要微微的向后靠，这样的话才能把点啊完全的暴露出来。腿同时呢，你要这样啊，往外打开啊，把点全部暴露出来，就这样100下到200下啊。做完以后啊，你会有一种充血的感觉啊，非常的舒服。我们的力度不要大，就轻轻的这样去敲，这个动作非常的好，非常的简单。同时呢，对于很多朋友啊，就夜里面容易起来上厕所的人啊，你做这个动作也会带来很好的改善啊。这是我们男同志啊独有的一个动作啊，只是对我们的男同志非常的好，包括提升我们的肾气啊，就这样。
100下到200下就可以了，每天记得做一遍，也是一样，坚持30天的时间。这是一套最好的、最行之有效的一套动作。这个好和有效都不是我说的，只要你能够按照视频当中说的坚持30天，每天早上喝一杯生姜水，再把我们的4项回春功去做上一遍，只要你能坚持，你能发现你自己的状态，包括早上起来的状态，都会有一个质一般的飞跃。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最后再说一遍，如果你没有关注我的，一定要关注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夫妻生活不如意，时间短，质量差，每次1到2分钟的时间就草草了事，那么今天这个视频能够帮助你的时长有一个质的飞跃。只要你能够坚持练习，你就能自由的控制自己时长的长短为什么说这个动作这一套动作这么神奇呢？其实我给大家把原理说清楚，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很多人在进行运动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前端特别的敏感就是不断是进去的时候还是出来的时候，他总是感觉特别的敏感，就是因为太过于敏感了，所以才导致时间过短。那么怎么降低它的一个敏感度呢？这里是一个核心的关键。咱们首先要了解一点就是我们前端产生的这种敏感的信号，是通过我们的中枢神经直接给到我们的大脑的。那么中枢神经这个通道它是有限的，它并不是说无限的。也就是说，我们大脑所接受的信号它是有限的。我们利用这一点就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建立起这种运动的节奏。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我单纯的掐一下我的手臂，我会感觉我的这个手臂非常的疼。那么如果我同时在我的左边手臂掐一下，右边手臂同时也掐一下，两边同时掐，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做，你会发现左边的手臂没有这么疼了。为什么呢？因为两边同时产生的疼痛信号会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中枢神经当中，那么此时呢，我们的神经信号就会发生挤兑，那么产生出来的这种疼痛感呢，就互相抵消了那么在我们的运动当中，夫妻生活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利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加入更多的肌肉，增加到一个运动当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前端的这个信号的一个敏感度。如果说你想增强，你只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前端，那么它就可以增强。如果你想让它的信号敏感度减少，那么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身上的肌肉注意它的发力，就能够减少前端的敏感度。这个原理，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应该明白。那么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应该使用哪些肌肉参与到其中呢？首先，一个好的姿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姿势它可以说既可以让我们省力，又可以让我们的肌肉参与。所以呢，这个姿势非常重要。一会儿我们在实践当中来讲。我们首先要注意参与的肌肉，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下腹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臀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大腿这3个部位参与，它带动着我们的骨盆不断的去做后倾。那么在做后倾的时候呢，又能给予我们向前的一个冲刺的力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肌肉参与进来，就会减少我们前端的这个敏感的信号。所以大家只要把姿势做对了，自然而然你的时间的跨度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大家在实战当中可以自行去体验。那么第二个我要跟大家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呼吸。呼吸这个环节有很多人都忽视了，很多人都是什么呢？是动作配合呼吸，就是他在做动作，然后呢他的呼吸是配合他的动作的根本没有去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我们应该是什么呢？用呼吸去调节我们动作的频率。大家看，我们这种夫妻生活，它也是一种运动，它本质就是运动。那么我们在竞技运动也好，在这个长跑短跑，包括我们做拳击，它都是需要我们呼吸去调节的。所以呼吸非常重要。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个动作，这一套动作呢，我希望大家跟着一起去练。里面会把所有的要素都加在一起，那么大家跟着练了以后呢，就能够实现你的一个时间长短的一个自由性。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一套动作教给大家。希望大家看完学会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和转发身边有需要帮忙的朋友。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动作，首先咱们要练的第一个动作叫做顶胯，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是由3块肌肉完成的首先是我们的下腹、臀部以及我们的腿部要有一个内夹绷紧内夹绷紧。你看你看，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1、2、3、4、5整个过程当中你要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3块肌肉在同时的发力。大家可以自己站起来来感受一下你的骨盆的运动这个时候呢，其实都是靠着你的肌肉去完成的，而不是像我们传统的这种夫妻运动的时候那种靠蛮力它是有一种技巧。那么这种技巧呢，是既省力又能够很好的降低了我们前端的一个敏感程度。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们一定要经常去练就是去练顶胯把这个动作给练好，你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和腿部的肌肉完美的结合起来。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去配合呼吸。这个运动当中的呼吸是怎么配合呢？我们讲你在往前送的时候要去吐气大家看要去吐气。那么这个吐气，有人说我的频次特别的快，你这个呼吸我根本就完全做不了，怎么办呢？非常简单大家看如果说是打拳的时候，它的出拳速度是对吧？那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原理也是一样，你运动的时候，你吸一口气的时候，你看吐气，如果你快速的话它的速度会根据你的这个呼吸去变化。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当你去吐气的时候，你就要去往前去顶，把它养成一种潜意识。包括你日后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也要去有着这种吐气发力的这种概念这种方式是在我们的广泛的运动当中都适用的。你只要能找到这种吐气运动的概念，那么你会马上在整个实战的过程当中，你的时间跨度就能得到很好的延长。而且呢，你要去学会用呼吸去调节动作。比如说我的呼吸急促了你的动作跟得上；你的呼吸变慢了动作也要能跟得上。自己用呼吸去支配你的动作，而不是用动作去支配你的呼吸。把这个概念你理解了，那么你这个动作其实完成的程度已经基本上就完成了。今天这个动作的理论包括实战，咱们讲的内容有点多，也是希望每个人是既能明白其中的原理，又能在实战当中完全的发挥出来。因为你只有明白了原理，你才能在这个原理之上做更多的创新。以前这个课程呢，咱们都是在私密的课程当中去讲解，今天呢，我也是把它第一次分享在大众的一个视野当中，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动作帮助更多的人。因为曾经我发过一个内容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回春回阳的很多朋友就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我把这个视频发出来，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如果呢你感觉今天的这个视频有用，请不要吝啬手中的赞，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点上一个赞，把这个视频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是你对我最好的支持。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没有关注我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因为在别人那里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脖子特别的僵硬平常转头都感觉特别的累，而且呢低头久了以后头还容易发晕难受，那么今天我要教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绝活。这个绝活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耳朵后面你去找一个小月牙。
这个小月牙非常的厉害，你把这个小月牙这条线给它打开了以后啊，就等同于把我们整个头上面后面的一些筋节给它完全松开。做完以后你不用做长就跟着我去做上1分钟，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半个头脑都变得非常的轻松那么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让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并且呢，如果说你跟着我做的有用，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让更多的人知道好，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来讲那首先这个小月牙怎么去找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定第一个点是定在我们的耳垂我们的耳垂，大家注意看，在耳垂往后你去摸，来回的滑动就从下往上看。从下往上来回的滑动，你会摸到一个硬硬的骨头，那个骨头它有一个棱角你看，我们可以2只手一起摸，增加触感这样去摸，有一个硬硬的骨头，有个棱角那这里呢，你摸到以后它定为我们的一个起点然后呢，终点是哪呢？你看我们的眼睛眼尾往下，你看你去摸。上下滑，你也能摸到一个棱角这里呢就是终点，它们连起来，你看我手的位置它们连起来是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小月亮一样就这样的一条线。这条线对于我们松开我们整个半边的一个头脑，包括我们后面的颈部能带来莫大的一个帮助。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我领着大家来去做一下。首先我们先找点你看我把耳朵折起来，大家注意看手看去摸。大约在我的这个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大约在这个点，然后摸到以后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点慢慢的给它画圈，我可以用大拇指这样去画，然后呢慢慢的往上走，每个点轻轻的点一点，你看慢慢的点点完以后顺着我们的耳朵过来到哪了？你看再到这儿，再到这儿大约一路上面画6到7个圈每个圈画完以后，再往上挪一点，再画一个圈，顺时针的画你们跟着我再来一次你看耳朵折起来，然后呢找到这个点，好，你看这个点大约在这个耳后耳垂大概2指的这个位置你们去找然后画圈，1、2、3、4、5、6我就画到这儿就可以了。你看，从这儿画过去你看是不是像一个月牙一样像个小月亮一样？其实它就是顺着我们整个耳朵外面这一层给它绕过来大家去做的时候，应该会发现呢，我们做的时候会有一些酸酸的、胀胀的，很多朋友还会有一些刺痛的感觉。但是呢，你们只要在上面每个点画完圈以后你做完以后会发现整个半边脸包括我们的脖子，你去转一下，你会发现完全的变轻松。有些朋友做完以后他一下子就感觉气血涌上来了，他脸上都会发热这个呢，就是很多朋友给我反馈的，而且这个动作真的非常好。我们再把我的左边给大家演示一下，多角度的给大家去讲解这个动作，希望大家能够更透彻的去了解这个动作的细节。你看，我把我耳朵折起来，我的耳垂后面大约是在2指的一个位置你看折起来大约是在2指这个位置你去摸这个点呢，它是有专门的名字的，就是我们耳后乳突，你们可以去查一下然后呢，在这个位置，你看慢慢的往上，1、2、3、4、5、6你看这个位置这样顺过来的。再来我们做的时候可以2只手，也可以用我们的大拇指去做，都可以。你转圈你怎么转都行2、3、4、5、6、7，好，就这样转过来就行了。做完以后真的是非常舒服。这个动作教给大家了，大家自己做的时候呢，要在我们的这条线上面多摸索摸索然后呢，你就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一个方式那这句话呢，我相信大家做完以后自然而然就会理解了。那么今天视频我也就分享到这里了。那感谢大家的观看，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养生小视频，可能都是你没有见过的，所以关注我你会收获一份健康。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